梵蒂冈与 AI， 从古到新的伦理罗盘，深度解读与思考。在全球加速面对人工智慧 AI 带来的机会与风险之际，梵蒂冈不只是发表抽象的道德呼吁，而是陆续推出一套从道德原则、组织性指导到具体治理框架的系列文件与行动，包括早在2020年联署的罗马呼吁 AI 伦理宣言 Rome Call for AI Ethics， 由天主教相关智库协同发布的 Ethics in the Age of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an Operational Roadmap, ITEC Handbook 2023， 梵蒂冈成国层级的 Guideline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4年12月的法令， 2025年1月起生效，以及教廷教理部与文化教育部于2025年1月发布的说明文件 Antiqua et Nova， 关于人工智慧与人类智慧的论述。这些文件彼此不是孤立，而是一个从原则到实务，从教义到治理的完整对话线索。1. 简要时间轴与文件定位。 Rome Call for AI Ethics 2020由教廷生命院 Pontifical Academy for Life 牵头，邀请 Microsoft、IBM、FAO 及意大利政府创新部等签署，主张以人为中心、透明与解释义务 Duty of Explanation 等原则。ITEC Handbook 2023由 Santa Clara University 的 Markula Center 主导，出版一本篇操作手册型的伦理路线图，目的是帮组织把伦理原则落地。梵蒂冈也参与相关的跨界协作。Vatican City-State Guidelines 2024梵蒂冈成国针对其政府机构与人员使用 AI 的具体准则，含成立监督委员会，禁止歧视性使用，要求透明与可控性等。Antiqua et Nova 2025由教理部与文化教育部联合发布的章节式说明，从神学与人学角度检视 AI 与人类智慧的关系，强调 AI 应补强而非取代人的尊严与自由。2. 文本核心脉络，神学底蕴如何形塑 AI 伦理。梵蒂冈对 AI 的伦理回应，并非单纯技术担忧或政策求存，而是深植于天主教的人格尊严 human dignity 与共同善 common good 传统。Antiqua et Nova 清楚把人类智慧作为受造之意的表征与人工系统的模拟斜线工具性区分开来，提醒信徒和决策者，称 AI 为智慧可能导致误解，且使用 AI 的道德责任终究落在人的肩上。这不是反科技，而是从神学角度为科技护航，要求科技服从一种更全面的人性观。3. 三层次的治理策略，原则操作法治。梵蒂冈的做法可被视为三层次并行。1. 道德原则的倡议 normative 如 Rome Call 强调透明、非歧视、人类监督与对弱势的关怀，提供了道德坐标。2. 组织与实务工具 Operational ITEC 的手册则努力把抽象原则变成可以在企业与机构内部执行的流程、问责与稽核建议。这弥补了有心无数的落差。3. 行政斜线法规层级 Regulatory 梵蒂冈成国法令式的 Guidelines 则直接设定在国家治理范畴的使用限制与监督机制，显示梵蒂冈愿意将伦理原则转化为具体规范。如此布局的价值在于它同时兼顾了伦理高度与操作可行性，并尝试把伦理从教化文本带到制度性实践。4. 主要伦理诉求，几条反复出现的红线。在这些文件中，可以归纳出数条一再被强调的原则与红线。以人为本 Anthropocentrism AI 应服务人的发展，促进尊严。透明与解释义务 Explainability 决策过程要可理解、可追溯。人类监督 Human in the Loop 维持人类最终决策权与责任。反歧视与包容 Non-discrimination Accessibility
禁止使用 AI 对残障者或特定群体产生排斥、歧视之应用。梵蒂冈成国法令甚至将此类禁止纳入行政规范。关怀地球 Care for Creation 亦关注 AI 的环境足迹与永续性，将科技放入更宏大的生态伦理视野。5. 优点：为何梵蒂冈的参与具影响力？1. 道德权威与全球话语场。梵蒂冈能把伦理话语从宗教社群扩散到国际论坛，如 G7、全球公司与学术圈，使伦理诉求跨越国界与文化。教宗和教廷专家的公开发声，增加了伦理议题的政治可见度。2. 跨界整合，从宗教到科技到政策 ROMCALL 与 ITEC 示范了梵蒂冈如何与大型科技公司、学术单位合作，从价值论述转为组织实践。签署者，例如 Cisco、Microsoft 等，显示这套话语有实质回响。3. 从伦理到法规的示范性，梵蒂冈成国的 Guidelines 提供一个小而快速度实验法域，示范如何把伦理原则写入行政程序与监督机制。这对小型主权体或大型机构都是可复制的实验场。6. 局限与挑战，诚实的面对。1. 影响力有限，但象征重要。梵蒂冈的实际法域很小，因此其法律示范效应主要是符号性与道德劝导。要把价值转成跨国强制规范，仍需外交与国际法层级的努力，如欧盟 AI Act 或国际条约。2. 跨文化接受度与世俗性问题，宗教语汇在世俗社会或跨信仰场景中，必须转译为普世可接受的伦理语言，否则易遭排斥或视为宗教化的道德压力。3. 操作细节与衡量指标仍需完善。ITEC 手册提供框架，但将尊严、共同善等抽象价值量化为制度化的合规指标，仍面临技术与政策落差。4. 快速变动的技术与法律竞速。AI 技术与市场演进速度很快，单靠非强制性文件或小国法令，难以在全球产生立即的约束力。这也是为何梵蒂冈常呼吁国际条约或多方合作。7. 与国际规范的关系，对比 EU 与 UNESCO 的框架。EU AI Act 以风险分级与法律约束力著称，禁止不可接受风险应用，对高风险系统强制合规，属印法治理范例。梵蒂冈的文件在伦理原则上与 EU 有高度重合，但 EU 提供法律强制工具。UNESCO Recommendation 2021作为全球伦理标准的软法，强调人权与可及性，是一个普遍性的伦理框架，与梵蒂冈的价值论述互为补充。总体而言，梵蒂冈的立场更偏向伦理与人学的道德立场，提供价值基准与道德倡议，而 EU 与其他国际组织提供的是法律化与政策化的工具，三者在实务上应互补。8. 对利益关系人、政府、企业、教会机构、公民社会的实务建议。1. 政府斜线监管者可借鉴梵蒂冈将人类尊严纳入法规目的性，同时结合 EU 的风险分类与监管工具，建立兼具价值导向与可执行性的监督架构。2. 科技公司采用 ITEC 等操作手册，把解释义务、人类监督与环境足迹等指标化，例如在产品白皮书中披露，并考虑签署像 ROMCALL 这类多方承诺以示负责。3. 教会斜线教育与医疗机构在导入 AI 前先进行伦理影响评估 EIA， 确保师生、病人等核心关系不被工具化，并以梵蒂冈文件中对人的尊严、陪伴关系的强调作为操作准则。4. 公民社会与学界
持续进行跨学科的监督与审议，尤其关注 AI 在资讯生态、身位、错误资讯与劳动市场的长期影响。结语：一个既有担忧也有希望的呼唤。梵蒂冈在 AI 伦理场域的参与，代表一种既有伦理高度又试图落地的策略，强调人是目标，不是被替代的对象，强调责任、解释与可接近性，而非仅仅依靠技术乐观或市场自律。面对一个既古老、人性的哲学与神学问题，又崭新的挑战——演算法、资料与自动化，梵蒂冈以 Antiqua et Nova 的命题提醒我们，重温人类智慧的根本，并用新的制度设计来保护它。这既是宗教的训诫，也是当代公共伦理的一道必要补充。